荧幕前的朋友们，先跟大家玩个小互动，你早上起床是先喝温水还是先刷牙？吃水果习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？洗完澡后是马上吹头发还是先擦干身体？或许你觉得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去年有位粉丝私讯我说，他就是因为洗完澡先擦干再吹头，避免了湿头发带走热量造成的头痛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小刘，今天要聊的主题可能会改变你对小常识的看法，知识能救命的健康杂学。听到杂学，有人可能会想，不就是网上随便刷到的小技巧吗？怎么还能救命？别急，再跟大家说个真事儿。有位爸爸看到孩子误食了纽扣电池，立刻用喝少量蜂蜜延缓电池腐蚀的方法为宋姨争取了时间，最后孩子平安无事。这些都不是运气好，而是知识帮了忙啊。生活里藏着太多我们忽略的健康细节，今天就带大家一一拆解。不管是上班族宝妈还是长辈，看完都能用得上，还能把知识分享给家人，一起把健康抓在手上。健康杂学的价值，首先咱们得说清楚，健康杂学到底和那些假养生知识有啥不一样。它不是吃某某东西能治百病的夸大说法，也不是凌晨3点养肝的玄学理论，而是从医学常识、生活经验里提炼出来的实用技巧。就像咱们养花，要知道喜阴植物别暴晒；修家电要知道先断电再动手。健康杂学就是养身体的说明书呀。比如饮食上，除了之前提的火锅先涮菜，还有个细节很多人不知道，煮面时加1小勺盐，不仅能让面条更 Q 弹，还能让汤里的盐分渗透到面条中，后续拌酱时就能少放盐，不知不觉就减少了钠摄取。这么一个小操作就能帮我们躲开隐性高盐的坑哦。睡眠方面，睡前1小时不刷手机，大家或许听过，但枕头高度影响睡眠，很多人没在意。枕头太高会让颈椎前倾，醒来容易脖子痛；太低又会让头部充血，隔天可能眼皮肿肿的。正确高度是躺下后颈椎和床面能保持水平，大概和自己的拳头高度差不多。我之前帮妈妈调整了枕头高度，她现在几乎不说睡醒脖子僵了呢。运动上，除了每40分钟伸懒腰，久坐的人还可以试试办公椅上的小动作，双手抓住椅子两侧，脚踩着地，慢慢抬起臀部10秒再放下，重复3次就能缓解腰椎压力。还有打字、空档转转手腕、顺时针、逆时针各5圈，能预防滑鼠手。这些动作不用起身，1分钟就能做完，却能帮我们躲开久坐病。更别说应急场景了，知道流鼻血时低头前请捏住鼻翼5分钟，比仰头止血安全多了。记住，被蜜蜂叮后先拔刺，再涂肥皂水，能快速缓解疼痛。这些杂学平常看起来用不上，真遇到状况就是救命的小帮手。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陷阱，说了这么多价值，咱们来拆3个最容易踩的健康陷阱，每个陷阱都跟大家讲清楚危害和马上能改的方法，看完你就能对照自己调整了。第一个陷阱，现在很多人不止久坐，还爱翘2郎腿，上班翘，追剧翘，吃饭也翘，觉得舒服就好。但你知道吗？久坐会让下肢血液循环变慢，翘2郎腿更是雪上加霜。一边腿压着另一边腿，血管就像被折起来的水管，血液流不动，时间久了会腿麻脚肿，甚至增加静脉曲张的风险。更可怕的是，长期翘2郎腿会让骨盆倾斜，比如总翘左腿，左边骨盆会变低，慢慢就会出现长短脚，穿裤子时一边裤管总比另一边短呢。怎么改？除了之前说的20-20-20法则，每做20分钟，起身活动20秒。再教大家2个小技巧，一是在办公椅上放个腰椎支撑靠枕，让腰部有支撑，减少久坐对腰椎的压力。二是刻意提醒自己脚平踩地面，如果脚够不到地，就放个脚垫，慢慢养成不翘腿的习惯。我之前有个同事翘2郎腿翘到膝盖痛，用这2个方法坚持2个月，不仅膝盖不痛了，坐姿也变挺拔了。第二个陷阱，错误的饮食搭配加食材处理。除了柿子配螃蟹，浓茶配肉类，还有个常见误区，豆腐和菠菜一起煮。很多人觉得豆腐补钙，菠菜补铁，一起煮营养互补，但事实上菠菜里的草酸会和豆腐里的钙结合，形成草酸钙，不仅身体吸收不了钙，还可能形成结石。
正确做法是菠菜先焯水1分钟，热水能去掉80%的草酸，再和豆腐煮就能放心吃啦。还有个细节，吃剩的米饭冷藏别超过2天。很多人以为放冰箱就不会坏，但米饭冷藏时间长了会滋生蜡样芽孢杆菌，加热也杀不死，吃了容易拉肚子。我之前有个朋友把剩米饭放冰箱3天，加热后吃了上吐下泻，去医院才知道是细菌感染。所以剩米饭最好当天吃完，吃不完隔天一定要彻底加热，超过2天就别吃了哦。第3个陷阱，忽略日常清洁的健康隐患，比如毛巾每周不消毒，毛巾每天擦脸擦手，会沾很多油脂和细菌，长期不消毒容易长螨虫，导致皮肤长痘过敏。正确做法是每周用热水烫毛巾10分钟，或者用微波炉高火加热1分钟，就能杀死大部分细菌和螨虫。还有牙刷3个月不换，牙刷毛里会藏食物残渣和细菌，用久了不仅刷不干净牙，还可能导致牙龈发炎。建议大家在牙刷上贴个更换日期贴，到时就换，别等毛翘起来才换呀。知识如何转化为行动？很多朋友跟我说，这些知识我都懂，但就是坚持不下来。其实我超理解，知道要多喝水，但一忙起来就忘了；知道要早睡，但是刷短影片就到凌晨。今天跟大家分享4个零压力行动技巧，就算你是拖延症晚期，也能轻松养成健康习惯哦。第1个，可视化提醒加环境改造。想多喝水，除了用500毫升的杯子，还可以在杯子上贴彩色便利贴写喝我，现在就喝。再把家里的饮料换成凉开水，茶几上放一瓶温水，看到就能喝一口。我之前帮爸爸改造了喝水环境，把他的茶杯放在看电视的沙发旁，现在他每天能喝够4杯，比之前多了2杯呢。第2个，绑定日常行为加微习惯。比如想每天吃水果，就把它和吃早餐绑在一起，早餐时一定放1颗苹果或1根香蕉，吃早餐就顺便吃了。想每天运动10分钟，就和睡前泡脚绑在一起，泡脚前做10分钟拉伸，比如压腿扩胸，慢慢就成习惯了。别一开始就定每天运动30分钟的大目标，先从5分钟开始，比如每天做5个深蹲，适应了再增加到10个，这样才不容易放弃呀。第3个，允许偷懒加灵活调整，不用追求每天都完美，今天忘了喝水没关系，明天多喝1杯。今天没运动没关系，周末多走10分钟。我有个粉丝之前定了每天早睡的目标，一旦熬夜就焦虑，反而更难坚持。后来他改成每周至少4天11点前睡，灵活调整后反而慢慢养成了早睡的习惯。健康习惯不是非黑即白，只要比昨天好一点就是进步了。第4个，家人互相监督加一起行动。一个人坚持很难，和家人一起就容易多了。比如和老公约好每天饭后一起散步15分钟，和孩子约好每天一起吃1颗水果，和爸妈约好每周一起给毛巾消毒。我之前建了个家庭健康打卡群，每天和家人分享今天喝了多少水，做了什么运动。现在我们全家都养成了饭后散步，每周换牙刷的习惯，氛围超棒的。记住，健康习惯不是苦行僧式的坚持，而是让身体舒服的选择。比如每天喝够水，你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；每天伸懒腰，你会发现颈椎不那么酸了。这些舒服的改变会让你越来越愿意坚持哦。总结与行动呼吁。时间过得好快，今天的健康杂学分享快结束了。咱们再回顾一下，从热油烫伤先冲冷水到剩米饭别放超过2天，从不翘二郎腿护骨盆到3个月换牙刷，这些看起来零碎的知识，其实都是守护健康的小盾牌，关键时刻能帮我们躲开危险，长期坚持能让身体更舒服。再跟大家说个最近的粉丝回馈，有位宝妈看了之前的影片，记住了宝宝误食小零件别催吐，先让宝宝弯腰拍背，上周宝宝误食了小纽扣，她用这个方法让宝宝吐出来，避免了去医院的麻烦。还有位上班族用20法则缓解了颈椎痛，现在他还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同事，大家一起保护颈椎。这些真实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多学一点健康杂学，不仅能帮自己，还能帮身边的人呀。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有用的知识，拜托大家做3件事。第一，点击荧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咱们频道每周都会分享接地气的健康杂学，
都是超实用的知识，订阅后就能第一时间看到，不会错过哦。第二，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最在意的人，转给爸妈，告诉他们剩米饭别放超过2天；转给刚上班的弟弟妹妹，提醒他们别翘二郎腿，好好护颈椎；转给宝妈朋友，分享宝宝误食东西的处理方法。健康是一家人的事儿，让我们一起把这些能救命的知识传出去，帮更多人躲开健康陷阱。第三，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健康小技巧，比如你有快速缓解头痛的方法，或者让孩子爱上吃蔬菜的小诀窍，都可以在留言区说出来，咱们一起交流学习，让更多人受益啊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健康从来不是等生病才重视，而是从今天的小行动开始。明天早上你可以试着先喝半杯温水再刷牙，上班时每做20分钟起身伸个懒腰，晚上吃饭时把菠菜先焯水再煮。这些小小的动作看起来不起眼，却能慢慢改变你的健康状态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是小刘。记住，知识能救命，健康要靠自己啦。咱们下期健康杂学分享不见不散哦。